也许这个世界真的存在神明，只不过为了维持社会稳定，世界高层隐瞒了他们的存在。那么，神究竟是什么？1922年9月，马里亚纳海沟上空，一只巨型飞龙缓缓飞过，正是混沌之龙利维坦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神话生物。1928年，一束金色箭芒从月球射出，穿过宇宙，将北美一座火山夷为平地。1929年，勘测队在那座火山下竟发现了被封印的堕天使路西法。随着神话生物的不断发现，人们按照发现顺序将这些神话生物依次排名。07夜所见到的赤天使便是观测到的第3只神话生物，代号003。与此同时，人们还发现迷雾后出生的孩子有几率觉醒特殊的力量，这种力量被称为禁虚。禁虚的能力范围特性会随着主人的精神力成长而成长。说到此处，赵空城顿了一下，对着07夜说道：“昨天晚上那道金光就是米迦勒的能量波动，你的禁虚也应该是在那时觉醒的。”07夜听后也是终于明白，自己的感应能力就是禁虚，而睁眼之后的动态视觉和赤天使神威则是能力的成长。赵空城不紧不慢地倒了杯水，继续说道：“根据精神力的强弱，我们将禁虚分为6大境界。第一境为斩，如杯斩之水少不动；第二境为池，如池塘之水多而不动；第三境为川，如川流之水奔腾不息；第四为海境，如汪洋大海浩渺广阔。当精神力近乎无穷无尽时，则是第5境无论；而当精神力真正达到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，打破空间维度之时，便达到了第6境克莱因。这么厉害，那我是什么境界？”07夜兴奋地问道。“你妈就是个斩境，比普通人稍微厉害一点。”07夜听后心想，这么看来，能够打开精神病院大门，应该是因为自己突破到了斩境。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每突破一次，就能多放出一个病人呢？想到这里，07夜突然冲着赵空城问道：“那你呢？你这么厉害是什么境界？”赵空城干咳2声，干卡地回道：“我没有禁虚，自然就没有精神。我靠的是战斗经验和严格的训练。就着说禁虚的事，想要获得禁虚有3种途径：一是天生禁虚，二为借助特殊的禁虚物品，三则是神明赐予。有些神明会将自身部分能力给予被选中，让其成为自己行走人间的代理人。不过相应的，代理人也会收到神明的指令。一般情况下，神明的代理人只有1位，他将代表这位神明的意志行事。而现在发现的神明代理人中，大多数都是试图毁灭人类社会、重建混沌的恶神代理。他们创建了一个组织，名为古神教会。”说到这儿，赵空城严肃地向着07夜问道：“所以米迦勒给你的指令是什么？你属于哪一方？若暗夜中灵，吾必立于万万人前，横刀向渊，血染天穹。”这是守夜人的誓言。在发现利维坦之后，大夏高层紧急成立了军方应对组织，准备抵御神话生物的入侵。这个组织被称为139特别生物应对组。随着观测到的神话生物越来越多和禁虚拥有者的不断增加，139特别生物应对组开始尝试着与几位神明建立联系，训练特殊的战斗人才。守夜人这个组织才应运而生。赵空城在对着07夜一番询问过后，发现米迦勒并没有对其下达过任何指令，也就是说，米迦勒应该属于中立或者善良阵营。这才向着07夜讲起守夜人这个神秘的组织，希望这个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加入。然而此时的07夜却还背负着照顾一个家庭的重担。10年来，姨妈为了表弟和自己这个盲人，没日没夜的在厂里上班，从未停歇，身体已近乎崩溃，可却从未有过怨言。自己明明疼痛难忍，还要忍痛微笑，不让孩子们担心。他活得太小心也太累。而表弟虽然很聪明也很孝顺，可惜他太小了，还承担不起这个家。说到这里，07夜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，咬牙继续说道：“所以我一定要读书，一定要挣钱养家。这10年来，他们从未放弃过我这个废人。现在我眼睛好了，又怎能抛下他们？”看着07夜坚决的眼神，赵空城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你走吧。”回到家的07夜感叹着这个世界的荒诞。这个世界改变了太多，黑雾、神明、守夜人，还有那个诸神精神病院等一切，这个世界变得又复杂又神秘。梦中07夜又来到了黑夜女神的病房，她还是那样对着瓶瓶罐罐自言自语。07夜翻阅了各种神话典籍，也毫无头绪。看着这高高在上的黑夜女神，不断呼唤着自己孩子的名字，07夜不禁感慨，没想到她贵为古神的同时，也是一位可怜的母亲。就在这时，07夜突然灵光乍现，等等，我知道该怎么治疗了。
自古忠孝两难全，一边是为国尽忠，一边是孝敬父母。如果是你，会怎么选择呢？赵空城的选择是为国尽忠，以他的成绩，本可留在村里当个干部，可男儿志在保家卫国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军旅之路。自他离家那一刻，便已下定决心立下军功，到时挂着勋章，穿着军装衣锦还乡。后来他进了特种部队，军衔也越来越高，本想趁此机会衣锦还乡照顾母亲，可却因擅长格斗被调到了守夜人。然而林七夜却选择了孝敬父母。看着林七夜的选择，赵空城拉着林七夜说道：“这很好，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，那就好好的走下去，守护世界什么的交给我们就好了。”随后将桌上的钱推给了林七夜，可却被林七夜义正言辞地推了回去：“我们家虽然穷，但有自己的底线。军人拿命换来的钱，我是不会要的。我眼睛好了，自有本事养活这一个家。”赵空城无奈，最终还是离去。可刚出门便接到了紧急通知，鬼面人即将出现，目标正是城市中心。下一集恭迎赵将军凯旋，敬请期待。这一次
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，小子？相曰：血染天穹，我做到了。不过这出血量就算染不了天穹，染一片大地应该是没问题。赵空城嘴里叼着烟，双眼望着灰蒙蒙的天空，雨水浇落在他的脸上，顺着脸颊滑落。林七夜，老子一刀砍了鬼面王，你看到了吗？队长都没能砍死的家伙，被老子砍死了。看到了，我都看到了。赵空城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，他很开心，立下这么大的功，要是能活下去，一定能混个将军吧？一定的，一定可以的。赵空城似乎是想象到了什么画面，脸上洋溢着满足，可他眼中的光正在逐渐熄灭。林七夜双手微微颤抖，他晃了晃赵空城的身体，低声喝道：赵空城，你还没当上将军，你还不能死。可赵空城似乎已经听不到林七夜的声音，双眼逐渐迷离，声音如同细纹般响起：老子刚刚那刀帅不帅？林七夜双眼泪水止不住的流下，嘴唇颤抖，轻声的回道：帅，非常帅，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帅。赵空城嘴角轻微勾起，双眼缓缓闭上，身体也松弛了下来。赵空城死了。林七夜怔怔的坐在那里，雨水迷离了他的眼睛。你错了，死我一点也不怕。一个瞎了双眼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孩子会害怕死亡吗？我曾在黑暗中无数次试图了结自己的生命，但光明却一次又一次的把我救回来。我这个人最欠不得别人人情，你救了我的全世界，我又能为你做什么呢？我又如何才能报答你？就在这时，鬼面王竟又重新站起身来，只不过脖颈之上那个苍白的头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他胸前那颗猩红的鬼眼。林七夜拔起那柄直刀，缓缓起身，转过头去，双眸之中仿佛有轮烈阳在熊熊燃烧。尽管雨下的再大，此时也浇不灭他心中的怒火。恐怖的动态视觉加上星夜舞者的速度加成，这一刻，林七夜化身鬼魅，一刀刺向鬼面王的本体。可悬殊的实力差距，并未给鬼面王带来实质的伤害，但这不重要，一刀砍不死，那就砍10刀、100刀，直至砍到魂飞魄散。渐渐的，鬼面王的本体伤口越来越多，攻势也缓慢了下来。林七夜眼中杀机爆闪，抓住机会，反手将直刀握在手中，用尽全力捅在鬼面王脸上，凄厉刺耳的嘶嚎响彻云。